方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，旧梦醒。迢迢剑影如织，举壮志，算如云，步步险中影。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壮志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。天地作棋，红尘的乐趣。落醉如洗，无悲泣，花尽小说里，方为对知己。他们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暂住城门，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？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呢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？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神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神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神，你来的正好。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神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，已经全数缴获。赵大人，布防图。
朔漠兵取到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郡。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巡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，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到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，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这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明哨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婶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，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庇护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最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，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他们急于破城，当然如饿狼见肉。我这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，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混账！大敌来犯，你还敢提什么条件？我知道你的条件。此战若成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为你向朝廷请封。朔漠人真相信他带去的假线报吗？不，我让他带去的是真的布防图。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，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言更容易取信于人。葛大婶，你先去联系城外。朔漠人确认了梁强带去的城防图后，必会增兵南门。此时西门守备减少。阿九、葛寨主，你们趁夜从城西暗道出城，火烧敌军粮草，乱其军心。钟叔、葛大婶，你们火起为号，待敌军大乱，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，一举击溃朔漠主营，再逐一击溃四散队伍。得令。此战凶险，大家务必小心。是。大帅，
可往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，而后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。报，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。将军，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。城内共500守军，皆装备陈旧，疏于训练。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，1日内便会完全干涸。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，此时南城守卫最少，我们若从南门进攻，可迅速拿下望城。你一个叛军之将，为何要帮助我们？我粮食全阻，皆因宫变。无辜惨遭流放，大楚皆视我为草芥，我又何必为他守节？那你所求何物啊？若顺利攻破望城，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，取楚灵儿代之。调虎离山，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？啊，诡计多端，当杀！主帅，师傅来报，望城粮草都运往南门集结。带下去。传令，东西驻军各调一半去南门，速速从南门过城。是。粮草起火，大楚烧了我们的粮仓。什么？中计了！中计了！众将士听令，今晚必须焚城度粮。是。上！将士们，随我冲破朔漠大营！
叔父退兵了，此战歼敌2000，我军折损300，宗将军已率兵回城。好，太好了。谢燕来呢？还没有消息。娘子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长公主怎么突然去边关啊？这件事在我心中憋了很久，今日也是终于能说了。你们可知，当满楚多都在骂我叔父主将不力、畏战不前的时候，长公主在做什么吗？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她早已千里奔袭，直取望城，大破朔漠军。大破朔漠军，这就是我处事，救国护民，不惧骂名艰险。我们不说，我们只做。不行，这次必须说。从前有人骂楚将军，你们都忍了。如今长公主立下如此大功，岂能再默默无闻？阿唐，开楚元宴，下帖子，让满楚都的人都来夸长公主殿下。也让某些爱背后嚼舌根的人好好看看长公主殿下到底是何等人物。我这就回去让我爹写贺表。你什么情况呀？写贺表啊！写贺表是啊，快走。我的长公主，你不争虚名，但该你的荣耀，一分都少不了。陛下，
今早有800里加急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，交朔漠兵大捷。长公主称病不出，竟是擅离宫禁，还在边郡打仗，这简直荒唐！太傅与谢大人是辅臣，竟纵容至此，理应如何？诸位可别忘了，陛下就是长公主亲自御马杀敌救下的。但长公主私自调兵，视朝廷法度为何物？你身为监国，难道就这般纵容？纵容？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，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？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？如今长公主解边郡之困，诸位反倒不乐意了。荒谬！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？如果大楚真的到了这种地步，臣等虽然老迈，也敢赴死一战。陛下刚刚登基，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甲，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。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，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，我与太傅绝不阻拦。你，诸位大人莫要生气，只是个建议罢了。诸位爱卿，请听孤一言。孤因为长公主救护，现存于乱世。长公主是魏将军楚灵之女，她虽然是个女子，但勇武善战，所以皇祖父将她封为镇国长公主，让她可以继续守护孤的安危。孤九五之尊，坐镇皇城，不能亲赴边关，救国护民，所以孤才请长公主赴边关，为孤解忧。这并不是荒唐事，本就是先帝遗命。诸官不用妄自猜测，长公主出宫是孤的命令。不过，此次望城突泻3000朔漠兵，竟能绕过边关，直逼丞相。太傅，臣在。着令兵部即刻彻查，这3000朔漠兵究竟从何而来？是我大楚边防有漏，还是？此事必须给阵亡将士一个交代。臣遵旨。此事无需再议苛责。长公主大捷，乃国朝喜事，当贺！臣等恭贺陛下，恭贺长公主殿下。姐姐，我可以保护你了。望城大捷，阿昭立了首功，这回定要在太傅大人面前扬眉吐气。话又说回来，上次我对他无礼，难保他心中不会记恨。阿昭说，此人虽奸猾，却十分孝顺，对他母亲示好，是拉拢他的最佳途径。阿唐娘子有何贵干？莫不是听闻长公主打了胜仗，要找本官炫耀一番？哪能呢？我是听闻老夫人近日咳嗽，我特地带来了川贝。我是听阿昭说的。可是楚家娘子来了。娘，儿，慢点。来，上次你托人送来的小米，我让人熬了粥，加上腌制的酱菜，真是家乡的味道。老夫人，我是楚，知道，楚昭。啊，哎，娘，楚家娘子3番5次的来送礼，你怎么连杯茶都不请呢？娘，这是楚唐，不是楚昭。老夫人，我是阿昭的姐姐，我叫楚唐。今日特地来拜访您的。送老夫人回房喝药，快去。娘，我们回房喝药。好，楚家娘子都好。
我是良机。好，好，娘子下次来玩啊！哎，楚家娘子都好，都好。老夫人，怕是有什么误会吧？我娘时不时会有些糊涂，抱歉。礼物既已送到，便不再叨扰太傅，告辞。阿昭，他又坏了我的计划。此战过后，朔漠王那边战死2500余人，剩余残兵想要通过萧南郡返回朔漠。既然他们战败，那些朔漠残兵就不要回去了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杀光所有残余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朝廷不是要查吗？那便让他们查个死无对证。若朔漠王知道是我们的人下的手，死人不会告密，溃兵也未必能活着逃回朔漠。就算有漏网之鱼，谁又能证明是我们动的手呢？是。阿昭啊，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，那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。公子，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，看起来他所图甚大呀。其实这些都是事实，丝毫没有夸大。确实是他带兵击溃了朔漠军，解救了望城百姓，如此大功，也该路不非劫。这样也可以安抚民心，让国朝稳定。如果是个男儿，这样做自然没错；如果是个将官，哪怕是楚灵，这样做自然也没错。但他楚昭是个女儿身，而且现如今已经当了长公主。难道安坐在皇城，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，对她来说还不够吗？还要御驾亲征杀敌大功，她与陛下一起登基，她与陛下一起上朝堂，时时刻刻都要站在朝官们面前。现如今她还要站在天下人面前，我看她根本就不安于现状，她这就是要喧宾夺主，她这样做就是在欺负我们家阿宇年纪小。这有什么好激恼的？他拼死守护的是阿宇的江山。他名义上也得叫我一声舅舅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不过九弟说的对，他确实很聪明，比我想象的还聪明。此次守卫望城，出城800人，但只回来500人。但望城数万的百姓却活了下来。这300牺牲的将士家里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，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，还有盼着丈夫回来的妻子。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老头跟我说过，征战
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。我以前也一心求死，是老头告诉了我让我活下去的意义。活着的人会有更好的明天，但他们会继承那些牺牲的战士，这就是他们牺牲的意义。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但不是你的错。阿昭，光天化日，怎么还动私刑？他们是在草菅人命。阿昭啊，听话啊！或许你不知道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朝阳终会带走黑夜，而你拯救了我。当你离开以后，我一直循着你的方向去找你。当时我想，若是我活不了，要能死在你在的地方，也不错。原来那个少年就是你。是我。阿昭，是你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，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你不是总问我，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？这就是原因。风霜万里踏过，燃灯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所以，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。从今以后，我这条命只归你。也不想深甘低头，求饶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今次战功已报，罪臣之名已为你斡旋，不日必有封赏。城外如何？回长公主，残兵已肃清，缴获硕墨军徒3府。望城一战，
你功不可没。钟将军已调我入先锋营，末将感激。魏家村，这标记是何意？末将不知，但硕墨斥候既有此标记，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。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。来救救我们！来救救我们呀！来救救我们呀！来救救我们来救救我们这就要走啊？我又不是官兵，帮忙守城，没这闲工夫。倒是你，不好那丫头。那自然，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她还好吗？活着。她若死了，差人通知我。您要走了吗？这次多亏了有您相助，我还想请您和我们同回云中郡。不了，离开寨子太久了，该回去了。若你再有需要，随时送信到苍木寨。现在上面命令还没下来，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答应。哎，要我说呀，咱们这次主要也得看望城那边的动静，也是消息传过来。是，你说望城此战，这3000数墨兵到底从何而来？只能寄希望于虽然能够绕过边境那儿坐镇，难道是我大楚边防有漏？没信心呢？还是寻找公主区别不了城？我更担心。你也可是处处透着气节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不然军事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不然怎么可能绕过去？报！将军，望城大捷，长公主率军击退朔漠先锋，斩敌1000余。不愧是将军的女儿，快将军报呈上来。将军，长公主这一仗打得漂亮，就该恭迎长公主啊！咱们楚家女儿真是好样的。就是。将军，长公主亲临文中郡，是振奋军心的好事。末将现在就去点旗仪仗。没错。不必。这次回云中郡的不是长公主，是我的女儿阿昭。末将愿率亲骑接阿昭娘子回云中。云中郡的路他比你们熟，你们都回去休整吧，别耽搁了大事。都下去吧。是。
经验可以改。阿走。断肠苦枝残烧，嫌你朝，偏要趁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